Hello，大家好。身为一个 YouTube 创作者，你是不是也觉得回复留言超级重要，但又真的超级花时间？今天我们就要来点好玩的，一起动手打造一个专属于你的 AI 留言助理，让它帮你搞定这一切，这样你就能把宝贵的时间专心用在创作上咯。对呀，没错，特别是当你的频道开始成长，留言量一多起来，哇，那真的是一大挑战。想要维持高品质的社群互动，那又不可能每一则都秒回，对不对？如果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留言，或者回得太慢，感觉都蛮可惜的。OK，但如果我们能有一个24小时都不用休息，而且完全可以模仿你的语气和风格来回复留言的 AI 助手呢？这听起来是不是超赞的？今天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把这个超酷的想法变成现实。好，在我们一头栽进程式码之前，我们先来当个架构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看这个 AI 机器人整个运作的蓝图。你可以把这张图想象成是它每天自动上班的标准作业流程，也就是 SOP 啦。这就是我们整个自动化流程的核心。你看哦，整个循环是由 GitHub Actions 这个服务来定时触发，完全不需要我们手动去按。它会先透过 YouTube API 抓最新的留言，然后呢，把这些留言交给 OpenAI 的 GPT-4o 米尼模型去生成一个很棒的回复，最后再自动发布回去。哦，对了，为了避免它笨笨地重复回复同一则留言，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很聪明的机制，用一个叫做 replied-ids.json 的档案来记录所有已经回复过的留言 ID， 这样就确保机器人不会重复工作了。整个跑完之后，结果还会透过 Telegram 通知你，让你随时都能掌握状况。接下来我们要来玩一场寻宝游戏。为了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顺利的在 YouTube、OpenAI 还有 Telegram 这几个平台之间畅行无阻，我们需要帮它收集6把非常关键的数位钥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PI 凭证啦。就是这个神奇的数字，6把金钥，一把都不能少哦。这张表就是我们的寻宝地图，你可以看到前3把钥匙是跟 Google Cloud 申请的，这是用来授权我们的机器人，让它可以代表你的频道去发言。第4把是 OpenAI 的 API Key， 这个就是我们 AI 大脑的动力来源。那最后2把呢是 Telegram 的，用来建立我们的通知管道，每把都超级重要。坦白说，在所有金钥里面， Google 的设定最需要耐心，但你只要跟着这4个步骤走，一步一步来，就能顺利完成。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第4步下载的那个 client_secret.json 档案是绝对不能上传到任何公开的 GitHub 专案里面的。这个档案就像是你家的备用钥匙，只能在你自己的电脑上用来执行一次性的授权，目的是为了换取一个可以被重复使用的 refresh token。这个档案一旦外泄，你的频道权限就可能会被别人拿走，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记得把它加到你的.gitignore 档案里，防止意外上传。好的，那现在我们收集完所有这些珍贵的钥匙了，该把它们放在哪里才安全呢？当然不能直接写在程序码里面，那太危险了。我们要使用的是 GitHub 官方提供的一个数位保险库，叫做 GitHub Secrets。它能用加密的方式帮我们好好的储存这些敏感资讯。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非常关键的安全观念。左边这个 client_secret.json 档案，它只是一个在你本机电脑上用来取得长期通行证，也就是那个 refresh token 的一次性工具，用完就该好好收起来。而右边的 GitHub Secrets 才是这些金钥在云端自动化流程中那个安全又经过加密的永久住所。好，现在请你到你的专案的 GitHub 页面，找到 Settings 这个页签，然后点左边的 Secrets and Variables 里面的 Actions。在这里，我们要为刚刚收集到的6把金钥
一把一把的建立对应的 repository secrets。这样一来，我们的 GitHub Actions 工作流程在跑的时候，就能安全地读取这些精要，而不会在程式码中直接暴露它们。哇，所有前置作业都完成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最令人兴奋的阶段哦！点火升空，我们将手动触发第一次的执行，并且也来学一下要怎么样像个老手一样优雅地解决掉一些可能会遇到的常见错误。第一次执行，我会建议大家用手动的方式来触发，这就像火箭发射前的点火测试，目的就是要确认我们所有的设定、精要啊、程式码啊，是不是都串接正确了。只要你等个大概30秒，看到 Telegram 成功跳出通知，那就代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准备好，可以进入自动排程的轨道了。万一你在 GitHub Actions 的执行记录里面看到了这个 quota exceeded 的错误讯息，先不要紧张，这其实算是一个好消息，代表你的机器人有在很认真的工作哦。这个错误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小心把 YouTube API 每天的免费使用额度，也就是 quota 给用完了。这通常发生在你的频道留言深的很多，或是机器人第一次启动扫描了大量旧影片的时候。解决方法有2个，一个是去调整 bot.py 里面的参数，减少单次扫描的影片或留言数量。另一个更简单，就是去泡杯咖啡，放轻松，等明天凌晨 API 的额度重置之后，它就会自动恢复正常运作了。另外一个你可能也会遇到的错误是这个 invalid grant。这个问题通常是跟 Google 的授权金钥有关。就代表你之前存在 GitHub Secrets 里面的那个 YouTube Refresh Token 过期或失效了。不过别担心，修正起来非常简单，你只要回到自己的电脑上，重新执行一次我们一开始用来取得 Token 的那个 Python 脚本，然后把产生出来的新的 Token 复制贴上去，更新 GitHub Secrets 里面的那笔旧记录，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这么简单，你现在已经掌握了打造自己专属 AI 留言助理的完整蓝图，还有各种除错技巧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动手做，所有完整的程式码，还有手把手的教学指南，连结我全都帮你整理好，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了。快去打造你的第一个 AI 助手吧！